最近加密货币行业再次遭遇到国内监管的铁拳，打击的力度进一步升级，来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所以，未来国内的散户还可以继续参与币圈吗？最卡散户脖子的出入金到底该如何操作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加密阿尔法，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最近这两天，国内又开始新一轮打击加密货币交易行动。在10月28日，国内央行也就是中国人民银行联合13个部门召开打击虚拟货币交易炒作的工作协调会议。其中明确提到，继续坚持对虚拟货币的禁止性政策，持续打击虚拟货币相关的非法金融活动。在过去2年时间里，时不时有小道消息传出来说，国内即将放松，甚至是解除加密货币相关的监管。尤其是在今年上半年，稳定币热度非常高的时候呢，全国各大国家和地区都在出台稳定币相关的监管法策，给加密货币行业注入了更多的监管透明性。尤其是中国香港地区，参与稳定币的情绪非常高涨，所以大家也会猜测，内地是不是也会跟随着稳定币的浪潮，放松对于加密货币的监管，主动打开这个成分已久的潘多拉魔盒。不过目前的答案已经彻底揭晓了，之前所有的小道消息事实上都是大家的疑虑。国内不仅不会对已有的监管政策松绑，还会进一步升级监管力度，比以往更加严格。这种新闻一出来呢，大家都人心惶惶的。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内用户交易或者持有加密货币，到底是不是违法了呢？先给大家下一个定论就是不违法。我们单看这一次会议通告，其中没有任何一句话或者是一个字明确指出国内用户交易或持有加密货币是违法的。所以说你只是注册个交易所，或者是做一些和加密货币相关的交易或投资，也就是我们平时可能在说的炒币，这本身并不违法。关于这点的话，大家不用过多担心啊。不过这次会议通告当中也指出了一些新的内容，关于我们可能对于币圈散户来说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大家还是要高度重视起来。这次会议的公告的话，可以说只有4段话，整体的长度不算很长，但根据国内以往的调性来看，字数越少，它背后反映的事情就会越大。如果大家经常关注国内媒体的话，应该都知道这一点。所以只看公告长度的话，我可以认为这次国内升级对于加密货币行业的监管打击力度背后的决心是非常大的，绝对不是心血来潮。我感觉甚至有可能会演变为常态化的监管。公告的第一段话就是把所有能搬的部门全部都搬出来，来凸显这次会议的重要程度。不过在21年的时候其实国内也有出台过对应的打击加密货币的监管政策。相较于21年出来的那一次，它的监管部门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多出3个部门，一个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然后一个是司法部，还有一个是中央金融办。中央金融办是监管，也不是监管，就掌管金融的最关键抓手。在23年机构改革之后新成立了中央金融委员会，负责统筹金融领域的重大问题。中央金融办就是他们的办事机构。他这次出现在这次会议上的话，意味着打击加密货币的政治级别又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而国家发展改革委这是在21年的时候整治比特币挖矿的红头文件中出现过，他当时只是负责整治挖矿的角色，而这次监管升级把国家发展改革委牵扯进来，相当于是把金融相关的监管问题升级到了产业、能源、数字技术、设施的维度，是一体化考量的，并不是局限于金融领域的监管。司法部就不用多说了，这次意味着监管升级不仅仅只是简单的整治，而是上升到法治化的层面，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司法制度，后续可能会出现更多立法，更多的明文规定，给出更清晰的文件指导。所以说无论从部门数量还是新增的部门性质上来看，这次会议的监管范围、监管力度和监管策略都做出了相应的升级和扩大。接下来的话是第2段的内容。第二段内容可以作为就是21年我们出来的就是这个通知的升级版，你可以这么理解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就是今年前段时间稳定币热度非常高的时候香港出台了稳定币条例，内地有很多诈骗盘瞅准这一时机，趁稳定币的热度搞传销诈骗。其中有个案例的话就是京东稳定币，它就是诈骗团伙虚构京东的倍数，推出了注册送稳定币，年化收益率 70% 的高收益陷阱从本质上来看，它其实跟稳定币和加密货币没有半毛钱关系，但是内地就有很多素质水平比较低的人群容易陷到这种新的陷阱里面。我想之所以这次国内决定升级监管政策，肯定是接收到各种类似的诈骗案例。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3段，前半部分内容的话可以说是老调重弹了。
那只要是和加密货币相关的业务呢，原则上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甚至可能会上升到刑事犯罪层面。这些话在21年新闻的时候呢，就其实已经说出来了。那第3段的后半部分是新的监管内容，那其中就明确提到了稳定币，然后公告中指出，稳定币是虚拟货币的一种形式，目前无法有效满足客户身份识别、反洗钱等方面的要求。存在可能会用于被洗钱集团就是集资诈骗、跨境呀，或者是违规跨境转移资金等非法活动的风险。这是官方第一次以正式会议、正式文件、正式公告的形式，对今年其实热度非常高的稳定币下定义那其实他说到稳定币是虚拟货币的一种形式，两者是父子关系，那就意味着稳定币相关的金融活动是非法的。那么稳定币也被纳入到了和加密货币等同的监管框架之中，所以短期来看，大陆境内肯定是会禁止稳定币相关的业务，这可能也会牵扯到香港的稳定币活动。新闻公告中也给出了相关理由我觉得通俗一点来理解，就是现在国内有很多人利用稳定币来绕过5万美元的外汇管制，把人民币换成外汇，影响到了国家的金融稳定。那其实如果只是小散户背地搞一搞的话，国家应该不会上升到这么高的监管力度，毕竟监管是从提出到审核再到落实，也是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及时间成本。我想背后大概率是有犯罪团伙通过稳定币来提供全套的洗钱服务，那已经严重危害到了国家层面的金融稳定性，所以这么看下来，这次会议重点打击的应该就是这类人群。接下来请注意听在新的监管框架下，加密货币行业中有一类职业是非常危险的，就是 OTC 场外交易商。我们在入境交易所的时候呢，经常会使用到 C2C， 就是找平台的优质油商去兑换 USDT， 那其实就是找到 OTC 嘛，因为这些都是油商，每天呢都会经过大量的人民币和 USDT， 很多时候他们并不清楚资金的来源和去向，那这其中就会存在诈骗犯罪团伙，把手头的黑钱换成 USDT。客观来讲的话，币圈的油商实际上是在帮助诈骗团伙洗钱，无论他主观上是否有这个意愿所以说在 OTC 业务过程当中，油商很有可能会触犯到相关的新法，那构成刑事犯罪。在这次监管升级之后呢，国内相关的机构大概率会进一步加强个人转账、汇款、反洗钱方面的管控。油商呢可能会成为新的加密货币监管框架之下最高危的职业，在这一点上，我们散户其实是会受到影响。毕竟我们来币圈做投资或者做交易，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肯定会存在出入金的需求。假设未来 OTC 这个通道被彻底堵死之后呢，我们唯一的选择可能就是要通过一些合规的交易所、支持加密货币的银行或者是券商来完成 USDT 的出金。那这是我们等一下在视频当中后半部分会提到的内容。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段的内容。我认为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继续坚持对加密货币的禁止性政策，继续打击加密货币相关的非法金融活动。那持续打击这个字代表着未来加密货币行业监管将会是常态化的。那其实也不难看出国家这次监管升级的力度和决心都还是比较大的。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一定会被重点整治、重点管控，表现就是涉及到加密货币出入金交易的银行、微信、支付宝账号会被进一步风控，未来冻卡的情况可能会更加普遍。走传统的 C2C 出入金并不是长久之计，尤其是出金环节可能会有冻卡的风险。如果真的要准备走 C2C 出金的话，最好多准备备用的支付宝和银行卡。出金的时候呢，尽量不要用到自己的主卡，即便真的不幸被冻结，也不会影响到主卡或者是主账号的正常使用。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冻卡针对的是单个账号，而非你个人名下的所有账号。在 C2C 出金的时候呢，一定要优先选择有包赔服务的交易所，比如说目前的欧易交易所，它有一个包赔服务。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那他已经给出来这个比例了。然后如果你有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可以跟他们客服联系，然后他们会给你就是说赔付。那另外呢，我们币安，其实我对币安这一个严选区100%赔付是非常有信心的它这里的安全交易会更加有保障。我不是说欧易不行就是说币安可能是作为全球最大的交易所，我对它是比较放心的。如果还没有注册2个交易所的话，可以使用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轻松注册币安 OKX， 享受到全网最高手续费优惠的同时，还有新人福利可以拿，并且如果使用我们注册链接进行注册，即可以升级我们指标平台的 SYP 权限，解锁任意指标，也可以进入到我们 Telegram 群组针对会员的专属群，只有升级 SYP 才会有进入这个群的权利
那我们会分享仓位信息、具体的盈利情况，精准识别大的行情。不过市场有风险，开单还是要谨慎。在指标平台里呢，也不要忘记每天的签到，这些获得的经验值呢，都将作为后续平台空头的一个凭证。除了 C2C 之外呢，主流的出金方法是通过一些合规的交易所、支持加密货币的银行，或者是支持加密货币的证券商来完成 USDT 的出金。在这一步当中，最关键的就是拥有一个香港银行账户作为出金过程当中的跳板。虽然中间过程当中肯定会存在手续费和汇差整体的磨损会比 C2C 高一些，但目前来说这条路是最靠谱的。资金流转到港卡之后呢，相当于就安全落地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到就是转成港币或人民币，然后呢也可以入券美股券商，选择都非常多，而且没有任何问题。那即使我们把钱一直放在港卡账户当中，也有很多办法就可以在内地套现。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港卡绑到我们的微信、支付宝当中，完成日额的小额消费；也可以用实体卡在内地的 ATM 上取款。还有就是很多线下门店，他们的 POS 机是支持 Visa 和万事达卡的，我们可以直接刷卡消费，方法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无论你是炒币还是炒美股，拥有一个境外银行账户是非常有必要的。另外，如果你投资加密货币本金很小，出金的金额也非常低的话，我还是强烈建议大家能不出金就不要出金，或者不要一次性出大量金，就不要给别人的感觉就是你要就是跑路了，就可能一次性出30%、30%。那也不要就是说隔一天出这种情况，就可能我们尝试半个月一次，或者是1个月一次这样去出，那是不是一种很合理的方式呢？对吧？另外呢，我觉得现在出金不是一个很合适的时机。那大家其实也可以注意到，近2天的话 ，C2C 的严选区那原先1USDT 可以兑换7.07的人民币，现在只有6.9那这是因为什么原因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相信很多观众也和我一样都比较感兴趣。我们原先会认为它可能是因为人民币升值了，所以呢会导致就这个价格呢就往下压。但不单纯是因为人民币升值，而是人民币汇率的变动 ，USDT 的市场供需变化，然后呢币就必然了 C2C 商家竞争和风控，那场外的资金情绪变化，这几股力量把价格压到6.9左右，所以呢它还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问题。OK， 我们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其实差不多了，那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些枯燥和乏味，有很多是讲述我们的政策。但是呢，透过这些政策，你要去理解为什么国家要这样做，然后呢，我们有怎么样的就是保护措施，因为上有政策，然后下就会有对策。那么这里是加密法，欢迎您的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